城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说了那样的话，还能若无其事的回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到现在才回来？尹世子，金清华，帮我保管好啊。 师傅，你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儿啊？哎呀，其实吧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我想着两人既然已经定了终身，那总得坦诚相待吧。于是我就把我练过大春宫一事告诉了他，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，我之前一共有过几任妻子？ 那先生是怎么回答的？我当然说3个了。像我这种洁身自好的人，一世当然只能有1个妻子，绝不可能多。那我知道为何洛姑娘说先生是浪荡子了。一世只有1任妻子，听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啊，是吧？是啊。啊。 那百里师叔的意思是，活得越久就可以爱得越多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不是在说师傅的事儿吗？怎么会突然指向我？哦，对，在聊我的事儿呢。哦，哎，你们女人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 虽然以先生的立场来看，每换一个身份就是一世，每结一次亲呢，那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无论岁月多么漫长，只要你还是你，归根结底就只有一世，只有我才是对你而言最独一无二的那个。你遇到我，方知心动的滋味。师傅，那你说完以后，他怎么说的？我说完之后，他面色有些不好看，但是也没有立刻发作。他又问了我第2个问题。什么？哎呀，
他说，定然是在我之后，你还会有几任妻子？不错，不错。果然，天下女人千回百转的思维，大抵都是相同的。哎，小徒孙，你别老是替他跟我置气啊！你倒是问问你这2位师叔，换作是他们，该如何作答呀？百里师叔，你觉得呢？换我会说，下辈子我还没有想过，但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。司空师叔，那你呢？要我呀，我就说，在你之前，我一直认为感情不过是相伴一时的东西，一人死了便是结束。但遇见你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感情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。所以经你之后，我再无其他爱人，再无妻子。至于几十年之后，不过是换个女子，再说一遍同样的话罢了。我这活了180多年，算是白活了。啊，我该叫你一声师傅呀！哎，不妥。师傅，那你最后到底是怎么回答他的？哎呀，我那天也喝了不少，有点醉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我哪算得过来呀？登天阁，这是什么？雪月城登天阁一共16层，每一层都有一位高手镇守。越往上，这把守的高手啊就越厉害，尤其是最上面那几层，都是江湖中传说级的高手，功力高深莫测。只有闯过那最高层，方能一眼窥雪月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因为我就是传说本身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以前老城主让你来拦我，现在少城主也让你来拦我，我倒想问你，怎么又是你呀10年未见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因为我是仙人嘛。师傅这铁头功可真是厉害啊，屡试不爽啊！落水，我来了。曾经你说，相对于武夫，你更喜欢学堂书生，于是我便执掌了学堂。这天下人见我呀，都要尊称一声学堂李先生。可是李先生已死，这一世的我叫南宫春水，这一世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曾经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。但是那时的我回答错了，现在的我要重新回答一遍。我，南宫春水，这一世往后，就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曾经的我以为，男情女爱不过只是一时的，一方死了，也就结束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
我才明白，原来感情是可以穿越时间界限的。所以你是打算等过几十年后，把这话换个女子再说一遍吗？司空长风，老手啊！我哪知道我随口一说就猜到所有情节了。当然不会，因为我就只有这一生了。这一生，我只与你共度，仅此一生，便是一世。远方出现，燕雀节节转林间。这夜云烟，风落淡，梦还未绝。原是人尘好景万千，独行飞奔沧海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大春宫，我散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跟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是让你这么用的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可以这么用啊。真是个傻子。不会，又要赶我走吧？所有人都羡慕的长生不死，你就这么不要了？其实我当年不过就是一时气话，我并非让你真的散去这一身大川的。我知道。你还是重新练起来吧。这大春宫啊，散了就散了，练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我这师傅、门派什么的都没了，也没人能帮我练回来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这么做，让我心中有愧，你这是在报复我。哎呦，我没有。不过春夕炙热的烛光明灭，一次火热将就的凉。那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吗？不会啊。你想，我都活了180多年了，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是那个少年。少年人做事本就该冲动，所以此生我不悔。那就不悔。这就是书上最愿写的，人们最愿看到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长生不死，也只有书里才会写的故事。不过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后，就不管我们了。
你笑什么呀？笑你啊。笑我？我答应与你同行，就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因为这可是我人生的第一等钥匙，也是我成为南宫春水的唯一意义。对了，那个与你一起来的那3个人是谁啊？那2个少年人是我的徒弟，那个小姑娘是柳月的徒弟，也是我的徒孙。那不打算把他们接进城吗？哎呀，接什么接呀？碍眼，他们想要进城，就让他们凭自己的本事进，正好也让他们适应适应没我的日子。哎，不如让你的登天阁好好招待招待他们。站住！有拜帖吗？没有。没有拜帖，请先登阁。若我不走登天阁，执意要从你这儿走呢？走登天阁要打16个人，麻烦。更何况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若从你这儿走，打你一个就够了。有道理啊，那就打吧。看来你们想直接打我，也可以。不过这打登天阁，打得赢就进，打不赢还可以走。打我可没这么斯文的规矩。要么打完我躺着，要么被我打趴，丢出去。哼，二位，这人要打趴我们，那就如他所愿。打趴他，有意思。城主有令！城主有令，2位公子需打过16层才能入城。怎么是16层？寻常不是10层就可以放行了吗？我也不知。对了，命令说了，这位姑娘志不在吾，可直接入城。如此，那百里师叔、司空师叔，加油！你们2个小儿，便是刚才那人的徒弟啊？怎么，可是要闯阁？你上还是我上啊？你先吧。一般厉害的人，不都最后上吗？要点脸，说话别太嚣张了呀！好快的剑！真是见了鬼了！第2层我来。晚辈叶鼎之，求见刀仙燕凌霞。你来找我复仇？并非如此，晚辈
是想求刀仙赐诏。见过前辈。你来找我赐诏？是。为何？我想练魔仙剑。习剑想要有成，我有3法：挑战剑客、绝境打磨、高手赐诏。我时间不多，前2者又太费时间，所以我想请前辈赐诏。你和你师父还真是如出一辙。站在男爵武林的立场，我并不支持你练魔仙剑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，前辈也心知。为何男爵高手众多，我唯独来找你赐诏？你很聪明，也很能洞悉人心，不错。我确实对你师父心怀有愧。虽然我这件事是顶之卑鄙了，但我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。羽生魔之徒叶挺日，求前辈赐诏。罢了。出剑吧。这登天阁有16层，你能一气呵成地爬上来，你的徒弟们也可以啊。怎么可能呢？就凭他们那功法，14层最多了，再往上，可是要挨揍的。果然还是有点本事的，居然一口气上到了15层。不过，这从15层开始，便是守阁长老了呀。哼。奇怪，难不成是他们怕了？不要掉以轻心，我们先上去看看。哎，这层怎么有2个人啊？只许2小儿一同登阁，不许2个老家伙一同守阁。登天阁第15层守阁人骆风中。登天阁16层守阁人骆念色。既然你们2个一起上，那我们也就一起上。克制，克制一点。再克制，雪月城的脸面都丢了。你说的也对呀，这师傅就算了，你说这徒弟接二连三的挑衅，确实不该忍啊。哎，2位老英雄成名多年，不会以大欺小吧？小兄弟，你混江湖多久了？回前辈，有些年头了。你既然说我跟这位好友成名已久，那你可知我2人的名头啊？糟了，刚才一时口快，江湖上并没有听过他俩的名字呀。司空传风，怎么了？麻烦了，这2位是隐姓埋名在此，用的是假名。反应过来了。你们纵使在外宣扬我们如何欺负于你，但是有谁知道
我们俩是谁呢？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哎，既然来了，总要打，废话就别说了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呀？给他们一个说句话的机会。哼，架是一定要打的，但可不可以不打脸啊？可以啊。不是说好不打脸吗？临危不惧，大好儿郎啊！有多好？怕我吗？不怕，有本事打死我！怕不怕？不怕。四顾上方！爸，是不是说怕就可以不打了？不可以！别急，这里有我。别问，我怕。可不可以让我带他休息一会儿？这个风中的功夫啊，太狠了。你放心，我跟他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只用一根手指。一根手指？哎，我信你个鬼！看你们这也不行啊，要不把你们师傅叫出来帮帮忙？放他进去的就是我们师傅。这位兄台，麻烦帮我给他传句话。他叫南宫春水。别闹了，师傅他根本就不会来帮我们的，让他来看我们笑话还差不多。不是的，是我要告诉他，你给我等着！好，里面那个叫南宫春水的，给我听着！我的这两个徒弟啊，终究还是，你给我等着！百里东君啊，百里东君，罢了，就让他们被打死吧。被那两位这么折磨，可真的会死的。这两人既然敢这么嚣张，就说明离死还远。哎，不如我也回一句，就说你不是自诩读书人吗？读书人嘛，就是要打嘴仗。我来句文雅一点的，不如之后就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吧。啊！昨晚我就不该叫他，这糟老头子。不打，再打就要被打死了。从今日起，往后7日，每日卯初来洞月湖找我。多谢前辈。哎，对了，前辈，你饿了吗？
你这剑用在这儿，倒是比白日里用的更有几分灵性。啊，前辈这是骂我呢。你很奇怪，你师父命丧我手，按说你应当是恨我的，就算有求于我，也只当是场交易罢了。可你如今面对我，却并无任何敌意。师父找前辈一战，所求为何？求的是尽兴，求的是极致。前辈竭尽全力，便是师父心中所想。况且师父也曾交代于我，不要视前辈为仇人。这般说容易，这般做却很难。你倒是个明事理的人。我不明事理，我只是理解师父，理解他心中所求。接下来的每一日都要如此。我定当每一日都进行练剑。考绩也要如此。既然是洞月湖边，不如明天烤鱼吧。公子师父心丧，所爱之人将嫁人妇，不恨吗？你是谁？我知公子想要变强，我呢，正好有一门武功，可以让你变得更强。我说，你是谁？天外之天，方外之地，我叫月清。不太认得，没有兴趣。怎么就不感兴趣了？你师父跟李长生斗了一辈子，你难道不想完成他的夙愿，打败他的徒弟百里东君了？你知道百里东君？你和尹落霞长相相似，你们是姐妹？怎么？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便把主意打在我头上了。不必了，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。别再跟着我，不然下一次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叶鼎之。你们的朋友来看你们了。尹师之，你怎么来了？幸亏你不用打，那几个老家伙太不是人了。我来给你们送些伤药。哦，对了，先生说，若是你们打不过登天阁16层，就让你们滚。而且以后也别叫他师傅了。
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那能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啊？那就打呗。疼。那我轻点儿。刨去妹妹的身份与你想要做的事，也刨去那些冷冰冰的权术筹谋，你喜欢这个百里东君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那就现在好好想想。阿姐，你笑了？哎呀，怎么还脸红了？你喜欢他呀？我应该是有些喜欢的吧。哎，你说，这同样都是师叔，怎么你只配我给你上药啊？羡慕羡慕？哼，当年我练枪受伤的时候，那可是教坊最美的女人给我上的药，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笑什么？你别不信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哎，你走什么啊？我说的真的是真的呀！哎。百里东君，你还睡不睡了？我睡不着啊。哎，有什么事跟我说说，我就当舍睡陪君子了。哎，司空长风，说来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还没聊过彼此的过往呢。你可还记得我的自白？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为司空。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你叫司空长风。是啊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一生。提着一杆枪，骑着一匹马，游荡在这世间，最后啊，醉死在一间寺庙前头。去也空空。这也是我的前半生，来也空空。哎，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吗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失了忆。我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呢，是从一间破庙中醒来。当时啊，我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的，于是便摸爬着走上了街去。可是身上呢，一个同伴都没有，只能看着别人吃东西，干瞪眼。后来呢，有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少年，他给了我一张饼。他问我叫什么，我说不知道。于是，他便让我跟着他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。只记得那少年呀，跟我一般高，他说自己13岁，于是，我也便当自己是13岁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叫司空长风。别这个表情看着我，显得我怪可怜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好惨的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这不是挺开心的吗？
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说说你吧。我呀，我从小就不喜欢习武，喜欢酿酒，然后就拜了酿酒术天下第一的古陈师傅。后来，古陈师傅死了，将西楚剑歌传给了我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下定决心要好好习武，随后就拜了武功天下第一的李先生为师。你这是在炫耀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好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只是真的这么顺遂？是啊，现在我好像唯一没有实现的，就是娶仙子姐姐过门了。可是……我现在怎么了？啊！你不会是喜欢上尹世之了吧？司空长风，我不是那种轻易会变心的人，只是他们两个的眼睛长得太像了。我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，是真的太像了，像到我有时候看尹世之眼睛的时候，会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初见他的那一晚。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你怎么知道你喜欢的是尹世之，而不是你那仙子姐姐的替身啊？你别乱说话。什么替身啊？才不是替身呢！只要被听到，可又要被误会了。那既然他俩这么像，又不是替身，那是什么？人有相似，但感觉却是不同的。叶鼎之，她要嫁人了，你就不想把她抢回来吗？怎么可能不想？我做梦都想。还有不久，她就要穿上红妆嫁给别人了。东君，我要抢的人是你师兄未来的嫂嫂，到时候你会对我拔剑相向吗？